吃归吃，事儿还得接着说。我觉得苗飞8成也有问题。为什么？那老头的名字问到了，叫徐鹤。查，吃完再查。查完再吃。OK。为什么说苗飞有问题？反正他肯定有事隐瞒。我之前有这种感觉。我们说到那个老头的时候呢，他表现得很平静，但后来一直在追问是不是要彻查这个人。整个问询过程中，他一直欲言又止，我觉得确实是有问题。你那边怎么样？在公司跟他有接触吗？有倒是有，但是他表现得很正常，这个人我还真没怀疑过。苗飞那边呢，我们也会继续盯着。有一个人你要多多注意，就是吴淼。吴淼这个人确实，他今天突然请了病假，而且玉浩人说他今天上班的时候还好好的。你们有没有觉得他是在逃避问询？他要真是咱们的目标，怎么着也不至于连问询都不敢去吧？我也觉得，这也太欲盖弥彰了，业余。那倒不一定。我知道了，以后这个人我重点关注。以后你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告诉我们就好了。好。苗总，这个哦，马总，有时间吗？有啊。马总，苗总，谢谢。抱歉，我之前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你说的方案我都没来得及看。你能不能详细再跟我说一遍啊？当然可以。简单的说，现在实验室的网络虽然已经跟外网隔离，但是使用的是技术手段，这个依然会存在安全漏洞。只要黑客够高明，还是可以从外网侵入。现在很多大公司使用的都是物理隔离。物理隔离？就是将实验室的电脑、服务器、路由器全部跟外网断开连接，单独组建一套内部局域网。以后技术人员的个人电脑都不允许连接实验室的独立网络。那今天就开始整改吧。今天？对，我待会儿跟 IT 部门主管约个时间开会，安排下去。苗总还真是雷厉风行。好多事情只要一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办了。你刚进公司就能发现这么大的漏洞，厉害。最近半年的入住都查过了，没有叫贾长安的。会不会有遗漏？法律规定，凡是入住的顾客呀，我们都必须得进行登记，这个我们可不敢违规操作。访客有记录吗？访客正常是这样的，凡是访客超过11点，我们一定要进行登记。但是这白天我们管的就没那么严了。白天为什么不登记？我们这是酒店，不是监狱，没办法查得那么严格，这个您得理解。这样吧，你再帮我查一个名字，有没有叫玉浩然的？口字旁的玉，浩然正气的浩然。还真有这个人的入住记录。什么时候的事情？3个星期以前，月初的时候，是个周三。有监控视频吗？我们的视频资料最多只能保存2周，之前的就都被覆盖掉了。当天有多少人入住？差不多有100多人吧。要不我帮您把名单都打出来？就麻烦你了。100多个名字，一个眼熟的都没有。玉浩人该不会提供了假线索吧？没有必要，他干嘛给自己找这种麻烦？是啊。你好，打扰一下，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见过。你确定？确定。 3个星期前的事儿，您还记得？ 3个礼拜。
我上次看见他大概2个月前了。哎，当时我们还吵了一架。当时发生什么事儿了？啊，当时啊，这小子要上电梯，让我给拦住了。他呀没房卡，让我给他刷一下。他说他来找朋友。赶巧那天我心情不好，我就跟他较了个真儿。我说让您朋友下来接您一下。当时就跟我急了，说我找茬，还要投诉我。然后呢？后来他朋友就下来了，然后我就让他进去了。他朋友长什么样子？是个女的。哎呀，戴着个帽子，具体我也看不太清楚。他还有什么别的特征吗？特征，身材还行。哎，那我也不能总盯着人看呢。谢谢啊。嗯。安科找到了，这个郑丽娟，云南人，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半年内根本没有来过双津，所以不可能在酒店订一个长租房。那个戴帽子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首先，这个女人呢不可能是苗飞，如果是苗飞的话，干嘛要戴帽子掩饰呢？还有，如果是交易接头的话，干嘛要去酒店呢？不用登记身份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酒店反而麻烦。所以我判定，他们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查来查去，原来是情人啊！如果只是情人关系的话，干嘛要那么费劲去弄一个假身份呢？安可，你看有没有可能是几个人共同使用这间长租房接头？恰好那天保安见到的就是戴帽子的女人。我觉得不可能。知道秘密的人越多就越危险。贾长安有这么大胆子吗？而且我觉得这个女人呢，一定具备反侦查能力。为了避免频繁登记惹人注意，所以干脆用一个假身份长期租住一个房间。我想起来一件事儿。你是不是想说电话号码？贾长安临死之前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就是一个用假身份注册的号码。可惜酒店的监控视频都给覆盖了。要是能锁定这个女人，就什么都好说了。这样吧，杜猛，你跟王佐还有小李，去把酒店附近的道路监控再彻底查一遍。是。哎，苗总，刚好要找您，网络整改已经完成了。这么快？您不是说这事儿特别重要吗？我们就优先处理了。苗总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哎，稍等一下，既然物理隔离已经弄好了，那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使用事项？对，稍后我会发一封邮件给研发部门通知一下。这样吧，要不你直接给管理层开个会，也可以说得清楚一点，大家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直接问。这样也行。那20分钟之后会议室你来主持会议，我去通知大家。好，没问题。喂，苗总啊？啊？现在吗？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啊。邹教授，您要是有事可以先走，回头我把会议材料准备好给您发过去。不用了。哎，让你核算的数据怎么样了？什么时候交给我？哦，明天给您。明天？要那么久啊？啊，那个吴淼不是请假了吗？我一个人实在是弄不完呀。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给您。成功。大把手帮他一起弄。哦。另外，今天的会议的情况，请大家然后按照分类来进行下一步工作。
哎，苗总，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邹教授，跟他了解一下研发部的招聘需求。啊，我也来找他，他不在，应该是开会去了。好，那我在这儿等他。邹教授不管这么细，招聘的事你找程雷或者于浩然对接就行。好，谢谢苗总。那我先走了。哎。事情办完了。苗飞那边定住了吗？他从公司走了以后，就直接去医院了。我已经派老六跟小李跟着他了。具体什么情况？苗飞应该是私自进入了邹教授的办公室，并且打开了电脑。我前去检查的时候，发现硬盘的温度高度不正常，但是我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先等等吧，等宋局把邹教授电脑拿过来，就可以查清楚。那我来汇报一下我的情况。你看一下这个，于浩然给的线索是真的。我跟杜猛去天方酒店查看过，发现贾长安确实入住过，而且是跟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身份不明的女人，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女人一直用的是假身份，而且每次都戴着帽子，脸完全看不清。半年内，她利用假身份在酒店长期租住了一个房间。我们甚至猜测，贾长安死之前联系的就是这个女人。在酒店碰头，而且还是用假身份，我怎么觉得这贾长安是出轨街头两不误啊？我跟你的想法完全一致，这叫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监控拍到了吗？监控已经被覆盖掉了，但是杜猛呢，从酒店大堂的提款机的监控里面找到了视频录像，就是画质太差，而且他戴着帽子，脸完全挡住了。我可以尝试一下用天眼系统测算一下步态特征，但是视频帧数太低，我怕分析出来准确度不高。但是我先尝试一下啊。宋局，查到了吗？啊，子轩。好的，宋局。坐下吧。研发部走廊的监控我找人处理过了，抹去了你和苗飞进入办公室的视频。辛苦宋局。不是，如果苗飞真有问题，这段视频不是犯罪证据吗？肯定备份了呀。还好，邹教授和林总配合度很高，也没有追问我们是从哪儿收到的情报。傅子轩，你大概需要多久？最多半小时。菲菲啊，其实你这么忙，没必要天天在这陪着我。没事儿。啊，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
如果长安走私的事情我也参与了，你会怎么办？你说什么？您别激动，我是说，如果假设，我真的只是假设。长安也从来不让我参与他公司的事情，这你也知道。如果我也参与了走私，您会不会告发我？哎呀，怎么可能呢？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坐监狱呢？你干嘛突然问这些？没什么，就是突然想到长安的事情，随便问一问。你是不是疯了你？才疯了。跟谁去喝的？杨迅。那情况如何？特别孙子，就喜欢占便宜。贾长安死了，如果杨迅能弄到旷世配额，他占点便宜，那算什么呢？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工具啊？辛苦了。苗飞今天动手了，但是传过来的资料基本没什么用，不会是动了手脚。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开这个？2年前吧，其实特简单。哎，要不然你来试试？啊，别，我再把一船人都弄水里去。没事，这不有救生衣吗？死不了。死不了，老宋非得骂死我。对了，苗飞那儿有什么动向吗？老六回话了，说他一晚上都在医院陪着苗焕阳，没去其他地方。嗯，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苗焕阳指示的？哎，想什么呢？你说苗飞知不知道贾长安有其他女人？我觉得这种时候啊，你就别带入主观情绪了。现在什么都有可能，搞不好是苗飞控制了苗焕阳和贾长安呢。是，我就随便说说的。真是看不出来啊！我们一向铁面无私的安科长，竟还有如此柔情的一面。我在你眼里是不是真就是那种公事公办、冷酷无情的人？怎么可能呢？绝对没有。我作为一个女人，苗飞让我感同身受，我被他感动了，不行吗？行啊，当然行了。要不然这样吧，你在我身上也找找，说不定也能找到让你感动的地方。查到了。怎么样？
电脑里确实植入了一种木马病毒，而这种病毒一旦连接到局域网，可以黑进当前局域网里所有的电脑，自动将数据发送到指定的地址。能不能查到数据的接收地址？不太可能，除非完全破解这种木马病毒的原始编码。但就算是我的技术，可能也需要至少1年。有那么夸张吗？你技术行不行啊？那你去找一个比我强的试试。现在能不能确定流传出去的资料有哪些？还是那个道理，除非完全破解这种病毒的原始编码。宋局，从我通知您到您掐断鼎华的网络，一共花了多久时间？不超过1分钟。1分钟，还是太久了。但还是不幸中的万幸，实验室那儿已经进行物理隔离，至少核心的技术数据没有泄露的危险。宋局，现在证据齐全，是不是可以逮捕苗飞了？我觉得还是先缓缓吧。为什么？根据马上的报告，你们不觉得苗飞的举动实在太奇怪了吗？他在植入病毒之前，先让 IT 部门完成了对实验室的网络物理隔离改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要我说，别在这费劲瞎猜了，把他抓回来审审，不就什么都清楚了？你不觉得苗飞的行为很像是受人胁迫吗？就像是他不得不植入病毒，又想着怎么把损失减到最小。没错，万一真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还真不能急着抓苗飞，这样会惊动胁迫他的那个人。这样吧，先对苗飞实施全面监控，我马上给上面打报告。宋局，我想申请对苗焕阳也实施全面监控。甲长安的矿石就是从苗焕阳那儿批下来的，现在苗飞已经卷进来了，苗焕阳这个人肯定干净不了。可以，马上，你也可以适当的敲打一下苗飞，看能不能让他露馅儿。当然了，要注意分寸，保护好自己的身份。明白。还有，既然要调查苗焕阳，我建议干脆从他的老底儿开始彻查。安静，你牵头。明白。晚上，你送我走吧，我有话跟你说。好啊。马上。我实话实说啊，你说这过去这么多年了，要说你还是我情感上的阻碍，那也太矫情了。但是这10年以来，只要让我想起你，我就觉得非常自责。你又没做错什么。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没用，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你在哪儿，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哎，你刚才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没事了，走吧。苗总，林总召开紧急会议，大会议室。现在？对。这件事情必须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是我发现的早，要不是苗总提前安排实验室加强了网络安全措施，现在核心数据已经流出去了。这可是我半辈子的心血呀！鼎华在应聘我的时候，在安全方面是给过我保证的。邹教授，请您稍安勿躁，事情的原委一定会查清楚的。老赵，哎，你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请解释一下。哦，那个林总、邹教授，十分抱歉，这件事情安保部门负主要责任，我带头给大伙道歉。你说这个有用吗？是，我们紧急调取了监控，发现就在您去开会的这段时间里，
研发部门的走廊的监控也被动了手脚，而且好多画面都被抹掉了。目前掌握的就这些信息。各位，大家已经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吧？监控录像居然被抹掉了，这显然是蓄谋已久的有组织犯罪啊！老赵，这事儿你们确实要做检讨。是的，您说的对。我们也紧急开了会议，正在商讨如何加强安保措施的方案。当然了，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们。林总，我现在觉得公司面临的处境已经非常凶险了，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必须要提高警惕，坚持原则，坚持我们的职业操守。庞总说的非常对，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现在不是搞动员喊口号的时候，措施一个合理的措施，确保这种事情今后不要再发生。是，这次之所以能避免损失，还多亏了苗总。苗总确实是立了功。苗总好像这一段的警惕性非常高啊。但是我始终有一个疑问，你看为什么突然苗总搞这个整改，紧接着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就在想，你说会不会是有人借着这次机会，特意要钻这个空子？要不然这时间掐得也太准了。哎，苗总，你是怎么突然想到搞这个网络整改的呢？啊，这个网络整改其实是我提的。是这样的，庞总，我入职以后啊，我就发现鼎华的网络存在了安全隐患，所以我就提出了网络整改。这件事情，我是和林总打过报告，也和苗总对接过详细的方案，整个都是按照鼎华的标准流程来的。这么说起来，那是有人得知安全措施要升级的消息，为了抢时间铤而走险。庞总，你觉得呢？林总，我非常赞同您的想法。集团近期这种事情发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已经向相关部门报了案，所以邹教授一定要相信相关部门会尽快调查清楚的。还有我要强调的是，并不一定是内部人员作案，所以同事之间不要互相猜疑。这次开会的重点是要提醒大家，危机已经来了，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出台新的安全制度，各部门一定要严格执行。苗总，有空吗？怎么了？去办公室说吧。苗总，那天你去邹教授办公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只碰到了你啊！我走了以后，你还留在那儿，你有没有看到？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不是你先怀疑我。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呢？误会了，误会了。来，走。刚才林总不是都说了吗？同事之间不要互相猜忌。要真是你植入的病毒啊，你只需要把我给你的方案多压一点，你绝对能获得更多的核心机密。这个你明白就好。反正也不可能是我，毕竟这方案也是我提的。我也没怀疑你。你说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这要是被发现了，那就是商业窃密，应该判得挺重的。咱们公司项目特殊，涉及稀有资源，只要能得到足够大的好处，肯定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反正我是没这么大胆子，这要是一旦坐牢了，再多的钱都没法花。这里面关系很复杂，你管好你自己吧。以后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直接来找我。行，我就等着这句话呢。苗飞传来的。对。你不是说他不合作吗？都是一些行政文件，而且在传送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非正常中断。但是。 Do you know that Dinghua has already upgraded their security systems just because of your action? It's already impact to my plan. They're watching me. It's good for you. You're gonna attract investigation if you continue to do things like that. I am well aware of the situation. I know what I'm doing. And when it's time for me to go. How about this time? Not bad. I'm analyzing the files. I should be able to find a breakthrough for our next move. That means this time we got nothing again, right? You better stop right now. Less money, but safer. I'm doing this, not for the money, but for the promise I made. I have to finish what I started. Take a good consideration. Make sure it doesn't cost your life.奸府流让我们撤出去，不是一件好事吗？你没见过他，你根本不了解他。Sorry. 那苗飞不肯合作，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就逼他合作。这件事情我来跟进，你不用管了。行，那我继续跟杨勋接触。不，杨勋暂时看不出什么价值，而且他就在苗飞身边，你跟他走得太近，不可能不引起苗飞的怀疑。可是我真的没有把握搞定庞一山，这不是我愿不愿意。我知道。 先暂时冷下来，不要做主动试探，先保护好自己。你叫我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做了，什么时候把我父亲的东西给我？之前说好的。我知道你在捣鬼。既然你知道对实验室的电脑做物理隔离，说明你知道我想要什么。你对我们公司的事情这么清楚，甚至连邹教授办公室的门禁都能弄到，为什么还要我来帮你？这个你用不着操心。 那你要我做什么？我来警告你，不要再做手脚。如果想拿回证据的话，下次就好好合作。
我妈。我先进去。哎妈，我在单位呢。忙吗？啊，没事没事，不忙不忙。妈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哎呦，这么想儿子呀？妈，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好点没有？和你这边对比呢？没什么不一样，嗯，没什么不同。你家里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就那样吧，电话里听着感觉好点了，应该。要不然把阿姨接到双清来，我觉得这边的医疗条件应该比你们家那边好一点吧。没事。要不抽空回家看一看？晴姐，真没事。等案子结了再说吧。行，等这次案子结了，给你申请个3等功，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对，鼎华早年的交易记录，嗯，越看越不对劲。这个我之前也注意到过，几乎所有的成交价都是底价，好像有人故意给收购方透了底一样，这是严重的商业犯罪行为。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估计很难查到证据了。能不能拿这个做点文章？可以啊，给苗焕阳施压，看他的反应。说干就干。先把数据整理出来。得嘞。小六，对，俊海物流那边怎么样了？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核查完了，虽然没什么问题啊，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为什么？正常来说，俊海物流跟鼎华已经合作10几年了，这还不算别的业务啊。但凡马俊海有那么一点儿商业头脑，他的公司也不会是现在这样的规模。所以是账面有问题。嘿，那可太干净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就是因为账面上太干净了，干净的我都佩服啊。假设马俊海真的是不会做生意，为人老实又正直，但他走后门把自己儿子送进鼎华这个事儿，这前后人设太矛盾了吧？哦，你是说那个马上吗？对。啊，咱们在鼎华见过那个。哦。哦，你怎么知道是走后门呢？马上以前是在北京做猎头的，履历我看过，没有什么管理经验，但他现在直接进入了鼎华，做了人事部的主管，这要不是走后门，说不通啊。那你觉得现在应该怎么弄啊？我建议啊，通知马俊海，我们对他的公司调查结束了，向那边松一松呗，兴许能露出点什么别的马脚，然后着重关注这个马上的动态。这个人在敏感的时期进入鼎华，而且还是管理层，我觉得值得关注。确实值得怀疑，我非常同意。小廖，对马上的调查，要不还是由专案组接手吧？正好我们在鼎华也圈定了几个目标，统一进行调查，能节省资源，效率也更高。啊，我没什么问题啊，一切以案子为主。嗯。哎，我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特眼熟。哎，你在干嘛呢？翻箱倒柜的？哎，你这少啰嗦。你说到底在哪儿呢？哎呀，我说你别烦了，儿子回来看见肯定要生气的。哎，找着了，找着了！快来，快来，你过来。什么？这不就是嘛？你找这干嘛呀？哎，你记不记得上次来咱们家那个姑娘啊？那个姑娘，我记得就叫安静。你看。还真是。哎，你说咱们要不要把这事告诉小驹子呀？他上大学的时候，为了这个姑娘，他可是要死要活的。哎呀，你这都瞎起什么哄呢？他俩谈恋爱的时候，哼，你连姑娘人都没见过面，
再说了，他俩当年为什么分手，咱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吧？我跟你说，儿子那年上大四回来，我有时候就看着他抱着这张照片啊，就一直在那儿发呆，这不就是舍不得吗？你都说了，那是大四，这都过去多少年了？过去多少年了？那从那以后他也没谈过恋爱呀。你怎么知道？不管怎么说，咱儿子啊，他也是认认真真的喜欢过这个姑娘。哎，要是万一他们旧情复燃了呢，也免得他一个人单着。你不想早点抱孙子吗？不行，这个事儿啊，我一定要告诉马上。嗨，死马当做活马医呗。啊呸呸呸！什么死嘛，多难听啊！有你这么说儿子的吗？和你这人跟你就是说不懂。行行行行，你出去吧，出去吧。这不是你在问我吗？跟你说这什么事儿真费劲。赶紧收好。秋姐，你要去那谁家？我要把结束调查的通知给下了。要不你歇会儿，我去吧。刚才配合的不错呀，这样说话不是挺好吗？目的达到了，别人听着也舒服。你要多考虑老六他们的情绪。知道了，放心吧。你有空把鼎华早年那些数据整理出来。今天研究所有的方案，你切记要保密啊！哎，你回去再盯一遍啊。必须的。好，那我就走了。好，拜拜。马总，马总，哎呦，马总，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不是你这开车你注意点啊！是是是，我刚才走神了，真不好意思。您没事吧？没事，没事。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不是请病假了吗？好点没？这事儿您也知道了。其实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流行性感冒，在家躺了几天就好了，没事了。没事就好。你不知道啊，前2天你请病假，陈峰跟玉浩然都累疯了都。是，我今天见到玉公，他差点没把我给吃了。哎，对了，后来他们去你家找你了吗？谁啊？国安的人。国安？对呀。那天国安的人来枣城问话，正好你请了病假，他们都以为你心绪故意的呢。不过还好，玉浩然替你说了话，说贾长安出事的时候，你一直在实验室。是。你看，玉浩然不是挺照顾你的吗？啊，对，玉公是挺好的。哎，马总，我刚才没有别的意思啊，我知道。行了，没事最好。先走了，你以后开车的时候注意点。哎，马总慢走啊。你好，你好，我这次就是来通知您，我们的调查已经结束了。太好了！这次占用了您不少时间，也多谢谢您的配合了。哎呀，小安，你也太客气了，配合你们工作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结束了就好，查清楚了我也就安心了。哎呦，是小安呐！哎呦，阿姨，这次呢也正式通知您，如果以后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也请及时的通知我们。一定一定。
那我先告辞了。哎，小安，你等一下。怎么了，阿姨？那个，留下吃顿饭呗。这可能不行，我们有规定。哎，不，这不是公事儿，是私事儿。私事啊，那个，你跟我儿子马上，你们是不是认识啊？你们俩以前是不是军师大同学？嗯。哎呦，缘分呐！来吃点水果。来，给我。哎，你赶紧的去沏点茶，快点。哎，您别忙活了。啊，没关系。阿姨，我一会儿真有事儿。哎，别，坐会儿，这都到下班时间了。来，阿姨给你削个水果啊，别客气啊。千万别回家。安静。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儿啊？差不多得了。哎，小安啊，你就在这儿留下来吃饭好吗？啊，听阿姨的。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阿姨，我自己来。哎，好，哎，在这千万别客气啊！妈，你这是搞得人家不好意思啊。哎，好，哎，行，那你自己吃啊。哎呦，你看这个姑娘瘦的呀，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啊？还行。哎，小安。你后来怎么去了国安了？妈，您能不打听人隐私吗？行。其实你不知道，你那个时候突然辍学了，哎呦，小居子啊，怎么也联系不上你，他就满世界打听你的下落，他可担心你了。您扯这干嘛？哟，这时候不让说了。你怎么不说那会儿啊？那会儿整天没日没夜抱的那个手机，哎呦，那个哭的哟。谁哭了？小安啊，阿姨这个人呐，说话直，你可千万别见怪啊。我还真没见过小居子对谁这么上心过。妈，您多吃点菜啊，多吃点，不说了啊。马上。你还哭了呢？哎，老马，你说咱们家要不是摊上这事儿，这小居子也见不到小安，你说这是不是就叫因祸得福啊？对，你说的对。哎，小安。其实我觉得呀，你们两个人的缘分还没断。哎，安静，这国安的工作还行吗？我还真没觉得你会干这行。不方便透露。啊，理解。你说这一晃10几年过去了，我还真没有一天是过得安心的。不过现在知道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哎呦，我今天是真高兴，你们又见面了，这也算联系上了，是吧？哎，小安啊，如果你以后喜欢阿姨这个家，阿姨欢迎你常来做客啊。
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阿姨？不麻烦，不麻烦，不就多双筷子什么，一点都不麻烦。哎，对对对，不麻烦，不麻烦。谢谢，你让孩子们先吃饭吧，以后有机会说话。哎呦，都吃了。来来来，尝尝阿姨做的汤，来尝尝。谢谢阿姨。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怕惹麻烦？生气了？你真的看不出来吗？这个跟咱们之前的事没有任何关系。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通过之前的时间接触下来，我认为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干脆、聪明、独立、得体。当然了，漂亮就不用说了，反正你之前就漂亮。你能不能说句话？我要提醒你啊，我们现在是特殊时期，按照规定呢，咱们俩都在专案组工作，查案的时候要注意私人关系，这我都知道。之前我就是因为这个才纠结，没事跟你开个玩笑，说点土味情话什么的，搞得自己都特别拧巴。但是后来我发现，再这么旁敲侧击下去，好像你不会领会到我什么意思，反而会认为我是一个特别不靠谱的人。安锦，我觉得咱们俩都是成年人了，把这件事情直接说出来，反而没这么尴尬，对吧？其实，你不用着急回复我，但是这个案子早晚会结案的。等专案组解散的时候，那时候再回答我也不迟。你回去吧。再见。啊，那你早点休息。儿子，哎，等一下，来，哎呀，你刚淋完雨，把这感冒灵喝了啊，快点喝了。慢点，慢点。太苦了吧这个！儿子，妈今天是不是给你立了一大功？立什么功呀？您呀，别琢磨这事儿了啊！怎么了？吃饭的时候我不是看你挺主动的吗？哎，而且我觉得那个姑娘不错，工作也好。人家有男朋友了。有男朋友，但是有
又没结婚，那你接触一下也不犯法。妈，您这三观是不是有点歪啊？反正我觉得，这种事情有机会，那就得把握机会。知道了，妈，我先回屋睡了，你也早点休息啊。嗯。不管是因为工作原因还是个人原因，我现在确实还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复。早点睡。一点，让你习惯身边有我的味道。一点，让你卸下伪装，把我轻轻靠。一点一点暖着你，把你的心也变热闹。爸，你慢点啊。好。交易记录上一目了然，当时几乎所有的成交价格都接近鼎华的底价，不管市场怎么浮动，每次都是上浮1到2个点，这也太平均了。现在看来，我真不相信苗怀阳是干净的，就看他牵扯有多深了。当年是当年，那时候的相关法规还不太完善，如果要按照这条线查下去，最多也就是职务侵占，跟咱们现在查的没关系。话虽然这样说，但我们可以借由这个给苗怀阳施压。可以，你带队办这个事儿。没问题。马上，苗飞那边最好同步施压。你现在这个身份不太好办事，但是可以帮助寻找切入点。好，没问题。宋局，我个人想法，咱们应该做好苗家妇女协同犯案的准备。
你不赞同？马上！我赞同啊！我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确实是应该以苗家妇女为前提，展开之后所有的行动。我也赞同。我觉得我们可以用那个最老套的方法，没准最有用。我同意。鉴于目前的情况，带走苗焕阳可能更为合适，但是要把握好分寸，不要危害到他的生命安全。宋局，小李的信息来了，说苗飞现在接了苗焕阳回家，现在应该是最好时机吧？好，去吧，我在局里等你们。好。安静，现在还不能排除苗飞是受人胁迫，他可能还在被人盯着。放心吧，我会带着王佐和老六一起的。好了吗？都排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所有关键位置咱们也都留人了，放心吧。路线呢？电梯直达的，带上苗焕阳之后还是原路返回。出来之前我会再发消息跟你确认。明白。嗯。鱼看上去不错啊。嗯。哎呦，爸。啊。国安的人都好久没来了。啊。那是不是没事了？吃饭。菲菲啊，公司没什么吧？没事。这段时间呢，你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现在有一些乱，国安那边肯定在查什么。我是怕公司万一真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能把你给搅和进去啊。你们怎么又来了？我爸刚出院，你们能不能别折腾他了？露露，苗先生，您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有什么事你们就直说。是这样，我们最近查到一些东西，需要您配合我们甄别一下。这个事情很紧急。那我换双鞋啊。我一起去。这是单独调查，希望你们理解。我去。各小组注意，确认周边环境安全。电梯安全。车库有社会车辆经过，请稍等。车库干净，重复，车库干净。放心吧，我们就是正常问询。姚先生，车在地库，我们送您过去。不是说是正常问询吗？怎么这么大阵仗啊？这是为您考虑啊。您是双清的名人，要是让人看见您被我们带走了，不得传出对您不利的流言啊。啊。
你先看看这个。好。这些陈年旧账，你们从哪儿翻出来的？早年间您是跟谁做的交易？这些人您还有联系吗？这都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跟我做生意的公司有很多，你们可以查查这些公司的法文啊。您看这些交易记录，没有觉得不正常吗？没有啊。您没发觉所有交易的成交价都跟底价特别接近？这怎么看都是有人透了底，这可是职务侵占，是重罪。你们是指控我吗？我可没说是您。当时我年轻，没什么谈判经验，公司也是刚成立，急于做生意嘛，所以被人压过价，吃过亏。这些也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呀。另外，这个如果真的牵扯到经济犯罪，也应该是公安的经侦部门来调查我。你们给我看这些，到底想问什么？我们这是为了您好。当年法律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很多人从半合法、不合法的途径掠夺我国的稀有资源。现在新的政策已经出来了，这些途径也就断了。但这些人的需求不会变，最后这些压力只会转嫁到曾经跟他们交易过的人身上。啊，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不过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啊。那当然最好。哦，还有件事，苗先生，您前段时间为什么突然从鼎华离职了？身体原因。你们也知道，我心脏不好。可是您离职的时间，正好是在贾长安死之前，这个……不，这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我杀了贾长安？那当然不是。您有没有想过，贾长安的死很有可能跟他的矿石走私脱不了干系？他的矿石是从哪儿来的？是您批给他的。我们是担心，这些人有可能为了达到目的，威胁到您的生命安全。所以，那你们就更应该尽快找到凶手啊！抓到凶手，案子就破了，事情就解决了，也就不用在我身上耽误什么时间了嘛。您确定没有什么信息可以提供给我们吗？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行，那今天咱们就先这样，我待会儿安排同事送您回去。你说今天先这样，那是不是我还要随叫随到啊？短期内没有这个必要。那我现在是不是行动受限的状态？不是，我真的是愿意全力配合，但也不能总这么拖下去吧？您近期有出行计划？我还哪敢有什么计划呀？苗先生，您可能误会了，我们没有要限制您的行动自由，您现在是完全自由的，就算您要出行，我们也不会干涉，只是请您尽量保持手机是畅通的。好。杜猛，你送苗先生回去吧。不用，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啊。对了，苗先生，我们这边的问询基本上算是结束了。鼎华早年的这些交易记录呢，我们已经跟公安经侦科的同事对接过了，您得做好接受他们调查的准备。宋局，请进。安静，我正找你呢。苗焕阳情况怎么样？苗焕阳的态度非常强硬，打死不认。
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监听侦查的批复文件下来了吗？你全权负责，开始行动吧。是。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啊？姐，你说爸去了这么长时间，不会有什么事儿吧？爸，露露，你没事吧，爸？没事没事啊，没事，爸爸，可算回来了。你快回去歇着。来，他们找您到底是什么事儿啊，爸？连饭都没让人吃完。我给您倒水啊。哎呀，从现在开始啊，我就算是自由人了。咱们家这回这道坎儿应该算是迈过去了。小心烫。可他们到底想问您什么？也是东问西问，我想，大概是他们案情进展的不顺利，挺着急的。国安的人缠着您，总得有个原因吧？姐，说什么呢？什么原因我也说不上什么原因，反正他们就跟我讲了一下大概案件的进展，说是让我提供一些线索。不，你说这些人也怪啊，我能提供什么线索啊？啊，好像搞得我跟长安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似的。长安这案子跟咱们没关联啊。爸，有没有可能真的是你认识的人？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真的不可能。我去换双鞋啊。您去吧，一会儿给您把橙子送屋里啊。哎，那我去公司了。好。我先走了。拜拜，拜拜。这是干嘛呢？看来内心有波动啊。苗飞在给谁打电话？电话没有拨出。号码呢？不对，他的电话没有拨出记录。他有2部手机。查过了，苗飞的名下只注册了1张电话卡。苗焕阳那怎么样了？放心吧，该安排的都已经安排好了，压力也给过了，逃跑的机会也留好了，就看对方什么时候沉不住气。只要能拿下苗焕阳，苗飞这条线我们也就扯出来了。安吉，出来一下，有事跟你说。你觉得苗焕阳和苗飞，是不是我们最开始寻找那个目标？为什么突然说这个？你还记不记得，一开始你提醒我留意的那个母苗？这个人我查过了，确实有问题。你已经开始调查他了？我把信息整理汇总完之后，
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想说的重点是，即使这个吴苗有问题，但是按照目前我掌握的情况来看，他很可能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间谍。你的意思是，苗飞跟苗焕阳也有可能是这个线索？我明白了，你说的有道理。苗家妇女有可能参与了贾长安的走私，但可能跟他的死没有关系。眼看就能咬住苗家妇女，大家都很兴奋，包括我自己。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能盲目的乐观。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要做好准备，我们才找到迷宫的开头而已。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个话特别丧气，所以我才不愿当着大家的面去说。但是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安静，这场较量才刚刚开始，大家早晚会表现出疲态，所以只有你能鼓励他们。谢谢你的提醒，也谢谢你的信任。好了，那我先去了。哎，怎么就你一个人？没到点呢。你这么早来查岗了？查什么岗？我是来找周教授办点事儿。嗯。哎，陈光，你帮我个忙呗。干嘛？就研发部招聘的事儿，我已经把方案全部都理好了，只需要你们给点意见。我就帮帮忙呗。我是怕方向弄错了，到时候招一批用不上的人进来多不好，是不是？反正我们这里的需求就挺简单的，就是要核算数据的人，对专业能力也没有太高的要求，也不需要有资历，最好招的就是相关专业的实习生。那这个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吗？不会，除了项目负责人，谁都拿不到完整的核心数据。说白了，核算数据这个工种就是个体力活，没有什么技术价值。你就是拴个猴坐在这儿也能完成。你的意思是我还不如只猴子？你不是做这个的，你好像对公司的安全问题挺关心的。肯定的呀，我以前在北京当猎头，这每一个企业的八卦我全知道。别的事儿都不重要，但凡涉及到公司核心利益的安全问题，这一旦出错了，什么都弥补不了。专业。那个销售那边的招聘打算怎么弄啊？陈总早，马总早。哎，陈总早。出去说。出去说。有什么事非得来天台说，跟拍电影似的。我这不刚来公司嘛，不想惹事儿。我问你啊，你跟玉浩然的关系怎么样？同事，普通同事。那玉浩然跟杨迅是不是关系都特别近啊？那杨迅他马上是这样，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站队游戏。不过你有什么事你就直接问吧。哎呀，我之前去找过杨迅，我问他市场部的招聘需求，但他跟我说的，我总觉得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你说说。他跟我说，市场部的招聘需求就是广撒网多招人。咱们市场部啊，跟别的公司或者别的行业有没有具体的区别？没有啊，市场部不就是招销售的吗？可是咱们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这个医疗器械的高端产品，所以咱们招聘的这个销售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个多年的从业经验，或者说是专业的素质？专业资质、从业经验，这些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那咱们这个招聘的要求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啊？这个招聘标准啊，
我觉得降低一些，广撒网就行。但是人一定要多，人多这个效率才高啊，对吧？这就胡来了。我们这个产品针对的是高端市场，目标用户是甲级医院和私人医生。你如果招来那种，完全没有经验、没有知识含量的销售，他自己怎么能看懂产品的介绍？你怎么去给客户展示产品？你怎么去联系相关的机构呢？我跟你说，你这个提案要是这么拿上去的话，林总非跟你急不可。哎，这个杨迅给你挖的坑太大了。哼，我就知道，抢了他职位这事儿不可能就这么简单过去。这些人整天就搞这种事情，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你说鼎华现在这么关键的一个产品，鼎华投入了这么大的资金，现在又是上市这么关键的时刻，这种时候搞职场斗争，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不是谁背黑锅的问题了。你要是信得过我，听我一句劝，少跟他们混在一起，要不然迟早要出大事儿。喂，是我。好，知道了。听不见了，赶紧联系马上，看他能不能接近苗飞。为什么非得这个？喂，苗总，马上，有人打了苗飞另外一部电话，我们现在不能监听了。他现在人在楼道安全出口处，不过我们不知道是几层，你快过去。好的，我知道了。苗总找我，一会儿再聊。你先忙。长安科技背后的控股人是不是你？不要岔开话题。你记住，只要你完成这次任务，你父亲就安全了。我知道鼎华采取了新的安全措施，调看核心数据需要密钥，我需要你把密钥弄到手。这个要求我做不到，我已经被怀疑了。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会再跟你联系。苗总，哎，苗总，没什么事，我就先下班了。嗯，好，哎，你还要再加个班？我一会儿就走。啊。苗飞已经离开了办公室，但是他的手机定位原地没动，他想干嘛？
小李，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到？1分钟之内。目标正沿鼎盛路向东行驶。收到。我在市局已经展开追踪，你那边什么情况？我在跟着，他一直在给我绕圈子，我不能再跟了。明白。我的人已经到了，你退出吧。他这一路上一直在变换车道和车速，很明显有反跟踪的经验，让你的人小心一点。明白。我们已经跟上目标，但有个特殊情况，刚才一直有不明车辆尾随目标，对方已改道离开，我们没办法两边都跟。盯住目标，别管其他的。目标有反跟踪经验，你现在小心点盯住目标，忽略其他干扰。收到。别停，慢点往前开。科长，目标离开轿车，上了公交车。他可能发现我了。你先别急，这有可能是目标的预定计划，你先待命吧。明白。老六，到你了，下个车站待命。收到。目标来到百威年商场，商场内环境复杂，请在附近增派人手。完毕。科长，我马上赶到。我也到了。杜萌，你继续跟进目标。小李去地铁口待命。收到。收到。目标在百威年商场东门上了一辆出租车，车牌号辽2T3991，重复，车牌号辽2T3991。老六，继续跟进目标。科长，目标正从延庆路转向金岳路，向西行驶。重复一遍哪条路？金岳路由东向西。王总，把市局门口的监控调出来。是。苗飞，
我们这里都有监控，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备案，并且我们所有的对话都有同事在旁听，你也有知情权。这样安全吗？我来这儿的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不能被谁知道？我们这都是内部线路，绝对安全，你放心好了。啊，开始吧。所以，你刚刚说，鼎华内部的病毒是你植入的。是，但我是被迫的，我是受害者。那你今天是来自首的？我是来求助的。好吧，就按你说的，你是来求助的。但是你一路上不断的变换交通工具，这些反侦查手段从哪儿学的？我是从电影里学的。我说的是实话，我不是为了防你们，我是怕那个控制我的人，怕他知道我来了你们这儿。既然你已经来了，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已经做好了开诚布公的准备？你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有人威胁我，强迫我做违法的事。是谁在威胁你？他拿什么威胁你？我只见过他3次，就是那个徐鹤。对了，鼎华里面也有他的人，而且我怀疑就是那个人杀了长安。这个徐鹤跟你父亲是什么关系？不知道。好，那你为什么觉得是他杀了贾长安？我也说不上来，我没有证据。但我听他话里话外就是这个意思。你还有什么其他确定的信息吗？他想要鼎华的核心数据。我觉得，他肯定是想要我们的核心技术。DS 材料人工合成技术。是。刚开始，他威胁我植入病毒，我不敢不听。但是我有事先隔离实验室的网络，我知道他偷不走什么重要数据。你做得很好，但是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你应该第一时间向我们报案。今天他又让我去偷密钥，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算我把密钥给他，他也肯定不会放过我。我知道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找你们帮忙。苗女士是个聪明人，你的判断很准确。你刚刚说的这些话里面，漏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你说徐鹤威胁你，他拿什么威胁你？我带你来看个东西。安科长，帮我开一下门。这个酒柜眼熟吗？打开看看。每张银行卡的开户行都是在境外，而且开户人的身份各不相同。大部分身份都是假的，也就是说，这些卡实际上是属于同一个人。每张卡里面的金额数量都不大，最多也没有超过5万美金的。这种金额正好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加起来就很吓人了。你算算，一共有多少？他们用你父亲来威胁你。有的时候，阻止亲人犯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姚总，您这是要去哪儿啊？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刚才说了，我只是想到郊外的农家乐去散散心，没有逃避调查的意思，更没有离开双清的打算。姚先生，你这是打算死扛到底了？你这话什么意思？该说的我上次不都跟你们说过了吗？给他看吧。这个酒柜，你熟悉吗？来了。哎，你好，是苗先生吧？啊，对，先生您好，同城快闪，很高兴为您服务。正等你们呢，来进来，门不用关，来。哎，就这箱，这都包好了啊？按程序来说，我们需要先检查一下的。对，哎呦，这我没留意，我想着送人的包的好看一点，没关系，旧东西啊，这个也不值什么钱，这个损失了的话算我的。先生，哎，你说你花这么多钱，还不如重新买一个。嗨，这呀，亲戚喜欢，没办法，就给他了啊。那个，如果家里没人的话，就放门口。你们怎么知道的？那2个搬运工是我们的侦查员。安静是你们领导对吧？他怎么不在了？有什么话你跟我们说是一样的。你不说，我们怎么帮你啊？对方到底是用什么在威胁你？徐鹤跟我说，我爸当年跟他搞合伙内幕交易。当年我无知，的确是非法牟利。可是这些钱，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用过。我承认，我犯的这个错误。我们只想知道，跟你合作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就是那些购买矿石的公司，有很多家。我可以全力配合，帮你们列出名单来。就这么告诉你吧，我们已经都调查过了，那些所谓的公司都是空壳，明面上的负责人都只是傀儡。我们想知道的是，在你背后的那个人，到底是谁？这我真的不清楚。那这些银行卡谁给你的？就是那些公司派来的代表私下给我的，有好多人，我实在是记不清楚了。苗焕阳，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隐瞒？我知道我有过错，可我并没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最多是少挣了一些。我对公司的贡献远远大于这些。当然我清楚，贡献不能抵消错误。我愿意受罚。你背后想保护的人到底是谁啊？或者说，你是怕遭到谁的报复？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苗飞他知道这件事吗？苗飞当年还小，他怎么会知道呢？可他现在长大了呀。现在也是过了这么多年，他……二位领导，你们要查案可要基于事实啊，别把我女儿扯进来，不能影响她的工作和生活啊。已经晚了。什么晚了？你背后想保护的那个人，他早就盯上苗飞了，并且他利用你当年做过的那些事情，来威胁苗飞，盗取鼎华内部的机密。
不，你们不要骗我，我说过，没有背后这个人。你不要误会，如果骗你的话，我们就成了诱供，这样不合法。你说你这么保护他，徐鹤知道了，他会领这个情吗？徐鹤，他手里有一份证据，说能证明我爸向他透露底价。他还说我要是不跟他合作，就会把这个东西传到网上。证据？什么证据啊？一段录音。录音里都说什么了？我爸告诉他交易底价的过程。这段录音他发给你了吗？他只是让我在现场听了几句。他说只要按照他的指示把事办成了，就会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爸就没事了。也就是说，威胁你的这个人就是徐鹤，对吗？请你准确的说出来好吗？威胁我的人就是徐鹤。这个人渣，菲菲，他做什么了？你自己看吧。所以你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当时那个情况下，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只能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而且他让我植入木马，我很清楚的知道，只要研发部技术没有泄露，我们公司就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有没有损失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界定的，但现在这还不是重点。然后呢，你已经执行了他的命令，现在为什么来寻求我们的帮助？我已经跟你们安静科长说过了，这个人根本就不讲信用。他不仅没有把录音交给我，反而还警告我不要做手脚，还让我去偷取密钥。你保别人，别人未必放过你；就算放过你，也不一定放过你的家人。苗华阳，你还要继续扛着吗？这个徐鹤，是我在10年前在国外的地下赌场认识的。那个时候，鼎华刚上市，公司的市值成倍的往上涨，我的贪念也跟着越来越大。我想把公司的钱变成自己的，就挪了钱跑去赌。徐鹤没承认，可我一直觉得，那个赌局根本就是他设的圈套。一手牌，我输了几千万，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说自己可以替我还钱，条件就是 DS 矿石。我就是这么被他拉上了贼船。他让我把矿石的底价私下报给他再上浮一点，所以每次他都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矿石。2、3个月，我就还清了债。你都还了债，为什么还继续跟他合作？你就没发现吗？这件事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过了半年，我才缓过味儿来，是他们合伙骗我输钱，然后徐鹤出面替我还债，做我的恩人。他看中的是矿石。据我们调查，你们合作可不止半年。那个时候，我已经想停止合作了，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可以随时告发我的。你们这次合作持续了多久？有1年多。后来为什么终止了？ DS 矿石很快就列入了国家的管制资源，风险越来越大了。他会放过你？怎么可能啊！为了躲他，我进行了好几轮的融资，把公司变成了上市集团。我也
退到了公司的副总，不再分管矿石交易的业务，也就没什么底价了。可是他并没有轻易放过我，还一直纠缠着我要合作。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就断了联系，10年了，也没有消息。10年？具体什么时候？大概是5、6月份吧。你再具体一点。我跟他不是天天在一起，他具体哪天消失的，我哪说？那你再想想啊。王哥，你这一次跟他重新恢复联系，你们见了几次面？3次，第1次在会所，他来找我，想继续合作，被我拒绝了。我害怕他纠缠我，所以托病从鼎华辞了职。第2次是在贾长安的葬礼上，他突然出现，还威胁我。威胁你？你是说他用贾长安的死威胁你？他没明说，但就这个意思。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哪儿？在医院。我心脏病发住进了医院，他来过1次，大概是想看看我是真病还是假病吧。后来就再没消息了。我还以为他是死了心，没想到这个老混蛋竟然想把我的女儿拖下水。你们通过什么方式联系？他给了我一部手机，专门用来跟他联系。你来之前把所有电子设备全都留在办公室，为什么？我怀疑他能通过那部手机跟踪我的位置，监听我的对话，所以我才把手机留在办公室，包括我自己的手机。你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啊！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不是间谍，这些我都是从电视上学的。我们更相信的是证据，更不会给你随便安排罪名，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你为什么怀疑他监控了你的手机？有一天午休，我在公司附近的超市买水果，他突然走过来跟我说话。是那个挑橙子的老头？好，这个人的体貌特征，请你描述一下。瓜子脸，他给人一种压迫感。灰白色的头发，衣着打扮，长相就是普普通通的老人的长相，以西装为主，说起话来也轻声细语，但款式不一样。在会所那次但是眼神特别凶。葬礼上穿了一身黑。他脸部这个位置好像有个胎记，也有可能是老年斑吧。我认识他的时候，大概60多岁吧。这10年过去了，应该70多岁，可看起来还跟原来差不多。他反应挺快，完全不像个老人。那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吓了一跳。我手上的橙子掉下来，他立马就接住了。刚认识他的时候，以为他是个企业家或者是掮客，为人亲切随和，也不着急。可这次见到他，我觉得他很急躁，说话做事都咄咄逼人。苗总，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啊？科长，菲菲，爸，按照规定，2位不能有肢体接触，请坐吧。
菲菲，对不起啊，请爸爸连累了你，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掉进了他们设计的圈套里，一步错，步步错。可是当初，爸爸也是为了让你和露露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啊。菲菲，你到底牵扯了多少事情啊？他们想把你怎么样？我已经答应跟国安合作，帮他们理出徐鹤。什么？不行啊！那个许鹤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你这样太危险了。安科长，这样会害了我女儿的。爸，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是爸爸害了你，是爸爸害了你，对不起。苗先生，时间到了。好。安科长，请你无论如何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全。苗飞和苗焕阳提供的信息呢，跟我们之前所掌握的情报基本吻合，所以就算他们在自己的情况上有所隐瞒，但徐鹤这部分应该没有作假。安哥，我想问一下，专案组那边应该很早就在找这个人了，现在有线索吗？专案组那边呢，一直有专人对徐鹤用天眼系统进行搜索定位。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徐鹤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苗焕阳的医院里，而且目标并没有锁定，徐鹤就又再度丢失了。所以，徐鹤很有可能是一个假身份，就算再盯下去，也是一条死胡同。宋局，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一下。你说。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在对苗家妇女展开了监控以后，我一度以为案件即将要侦破了。但专案组的一位同事提醒了我，我们从一开始的核心目标就是那个找到潜伏在鼎华内部、想要盗取鼎华核心技术的间谍人员。那么我们是怎么怀疑到苗家妇女身上的呢？是从贾长安的案子，对吧？所以，这条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旁支，牵扯出来的人极大可能也是次要人物。所以在今天的行动之前，我其实已经做好了一无所获的准备。我插一句啊，这次这个收获呀，可能会低于大家预期，但是肯定不会一无所获。有了苗焕阳和苗飞，我们接下来就可能获得更多的优势条件。你接着说。其实我都知道，
我们最近所有人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是我们工作的进展却依然缓慢。我跟你们所有人一样，工作上都有懈怠的情绪，所以其实呢，我准备了很多话想要鼓励大家。但我转念一想，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侦查科的骨干，根本不需要我的鼓励跟安慰，因为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充满了毅力跟决心，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直到案件侦破的那天。我们这次这个工作呀，就像是在拆除沉睡在地下的炸弹，只要遗漏了一颗，就意味着失败。随着案件的发展，我们发现这样的沉睡者远远不止一个，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还有多少未知的危险。说实话，到目前为止，形势依旧对我们不利。但是我们作为侦查人员，应该做好随时应对最艰难挑战的准备。请大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一定要坚定信念，相信我们最终一定能够把这些沉睡者彻底清除干净。是。